中国海军075两栖攻击舰和下饺子一样建造，据称076级也将开工建造。我军装备这么多两栖攻击舰的目的是什么呢？具体细节又是如何？来一起详细了解。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近日，根据网友的爆料，在浙江省舟山的某个旅游景区，发现了停靠在景区附近的075型两栖攻击舰。这大平顶类似航母的造型，实在是太过于吸引人的眼球，以至于不少网友和专业军迷去舟山，就是为了目睹大平顶的雄姿。这艘075可不是南部战区海军服役的那艘海南舰，舟山地处东部战区海军辖区，而且这艘075也没有海南舰那标志性的大白舷号31。这艘075基本上确定就是075的2号舰无疑了。根据之前的公开数据，我们知道075的2号舰早在1年前的4月份就已经建造完毕，并且进行试航和测试了。经过1年多的海试，075从造船厂来到了舟山，而舟山恰恰是我东部战区海军的大型舰队基地，因此看来075号舰离正式加入海军不远了。虎妞估计该舰大概率将以福建进行命名。不过印度媒体却认为这艘新075登陆舰将被命名为广西号。虎妞也不知道为什么印媒这样认为，又是从哪儿得到的小道消息，他们也没有给出自己的解释。不得不说，印媒对于中国海军大平底的动向是非常关注的。印度军事专家阿尤什·贾恩就中国目前两栖攻击舰的发展进度表示，中国的两栖登陆舰的建造速度是非常快速的，几年时间3艘大型攻击舰就建造完毕了。更重要的是，这远非中国两栖攻击舰的终点，能够完全与常规航母媲美的6万吨级第2代两栖攻击舰076级，中方也将开工建造。印专家认为，075型两栖攻击舰在诸多方面对于解放军海军有重大意义。虽然075无法起降固定翼战斗机，但是大量的直升机可以轻松在上面部署，如解放军的直20、直10和可能从俄罗斯引进采购的卡52K 等，而且也为将来中国版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战斗机提供了足够的起降平台。但是现在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海军的两栖攻击舰可以起降20架 F-35B 垂直起降短距滑跑战斗机，能够为空中、地面、海上3个维度的作战提供足够的火力掩护任务，而中国在这方面还是落后美国不少的。印专家对于075的评价还是很高的，他认为075作为目前世界第3大吨位的两栖登陆舰，仅仅比印度刚刚下水的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少几千吨排水量。更大的排水量吨位能让075携带更多的气垫登陆艇、直升机、战车和人员装备，解决台湾问题，这就是最佳的军事装备。而中国海军即将建造的076型两栖攻击舰，基本上和真正意义上的航母没有什么差别了。预计076的排水量将达到6万吨左右，和俄罗斯的航母基本上是同一个吨位。而且076将使用中国新航母的电磁弹射技术，在机方面专注搭载数十架无人作战飞机，这可能将是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又一大创举。这种无人机两栖攻击舰有它自身的优势，无人机需要的维护更少，得益于不需要有人驾驶，无人机的空间占用也少，因此一艘076可以大量搭载中国各式各样的无人作战飞机，如无侦8、攻击11、翼龙等一系列不同用途多种类的无人机。目前中国完全有这个技术实力。虎妞认为，目前的海军大平顶发展喜人，第一批次的3艘075基本上已经建造完成了，1号舰已经服役，2号舰进入海军也就是这些天的事情了，3号舰已经建造完毕，开始进行海试了。根据媒体的说法，075一共建造的总数预计是8艘，也就是说，未来还有2-3批次的5艘075会加入到人民海军的序列里来，加上076型大平顶，未来人民海军拥有的两栖攻击舰总数将达到9艘，仅次于美军的16艘。我国的两栖投送能力将得到飞跃式提升。不说别的，未来单单是9艘两栖攻击舰，加上16艘071船坞登陆舰，不包含其他登陆舰船，第一波次就能运输半个合成集团军的作战兵力。这运输能力是同期日本海上自卫队的10倍以上。当然了，建造这么多大平顶肯定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我国在南海等其他海域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自然是台海问题。
现今的台海局势一直在升温，为了预防将来可能发生的某些情况，我造船厂开始开足马力，加大产能，生产075两栖攻击舰，为的就是在将来解放台湾的时候，能够快速投放尽可能多的兵力，为快速解放台湾做好硬件设施的准备。